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做肉桂面包卷。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款甜面包。首先来看一下面包体本身需要的原料，一会儿再介绍其中的内馅和糖霜。首先把牛奶用微波炉稍微加热一下，大概30度左右，把干酵母放在牛奶中，让它静置大概15分钟，让这个酵母充分的吸水，然后活化。现在把面粉、糖、少许的盐混合在一起，然后稍微拌匀一下，倒入融化掉的黄油，还有鸡蛋。首先把这些材料都混合均匀，我是用厨师机来做的，你也可以用手来完成这一步，就用手把这些都抓匀，抓成那个松散的颗粒状就可以了。把这些材料都拌匀之后呢，然后再把之前已经活化好的酵母和牛奶慢慢的倒进来，然后就开始揉面。用厨师机呢，我大概是揉了5分钟左右，如果是手工揉面的话，大约需要10分钟。面团一开始会特别的粘手，不用担心，你就一直继续的去揉它，慢慢的它会变得越来越光滑，然后也会变得不太粘手。就这样，我用厨师机揉了大概5分钟之后呢，它就变成了这样，很柔软的一个面团。这个时候呢，还不是特别的光滑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再手工的揉它1-2分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面团现在非常的软，然后呢，揉起来也不太费力的。揉的手法是像搓衣服那样，这样轻轻的揉它，到这个面团变成这样完全光滑柔软的状态的时候，就是很好的了。然后把它整形成一个球状，找一个大碗，在碗底倒入少许的没有任何味道的植物油，把面团放进去呢，2面都沾上这个油。这样可以防止面团一会儿粘在碗底，也可以防止面团的表面变得干燥。现在盖上保鲜膜，把它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，大概1到2个小时。在等待发酵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准备内馅。内馅分为黄油和肉桂糖2个部分，黄油就直接拿出来软化就可以了。肉桂糖呢，我用的是粗黄糖。你也可以用普通的白砂糖，用颗粒稍微粗一点的就可以了。然后把一个橙子的皮用细擦板擦成碎屑，放入这个粗黄糖中，倒入肉桂粉、普通面粉，然后把这些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橙子皮不是必要的，添加橙子皮呢是为了减轻这个面包的甜腻感，吃起来会比较清爽。现在面团已经发好了，把它从碗里拿出来，在案板上撒上少许的干粉，把这个面团稍微整形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是不需要揉捏的，把它整形成一个圆球，然后按扁，再整形成4方形，然后拿擀面杖把它擀成4方形的面片。大小呢大概是40乘40公分，厚度大概有个7-8毫米那样的一个面片，尽量的让这个形状规则一点，擀的时候向4个角擀，能够让它的形状比较整齐。这样慢慢的擀好了之后呢，你可以拿一会儿要用的烤盘来稍微量一下这个长宽，要比这个烤盘的长边要再略长一点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把这个已经完全软化好的黄油就用手涂抹在面片上，然后就用手上剩下的黄油涂抹在一会儿要用的烤盘上。把烤盘放在一旁待用，然后把之前拌好的肉桂糖
均匀的撒在这个面片上。在离你较远的那一端呢，留下大概1公分的边，这样完全均匀的撒好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把面包卷起来了。从靠近你的那一端开始卷，要卷得稍微紧一些，但是不要太紧，卷得太紧的话呢，后面烤的时候面包的中间会凸起来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这种效果也可以了，就大家自己掌握这个程度吧。把这个面片呢，这样仔细的给它卷起来，卷到最后快要封口的时候呢，在这个接口处涂上一层清水，帮助它封口。这样把这个接口处呢完全的封住，让它密合起来。然后呢，再稍微的搓一下，整一下形，把它整成一个粗细很均匀的长条状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切了。在切之前呢，可以先用这个切刀在这个面卷上呢浅浅的划一下印子，这样帮助你可以把它切得比较均匀，切成12个等份。拿出之前涂过黄油的烤盘来，把12个切好的面包卷这样切面朝上的放进去，可以稍微的整形让它圆一点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继续放在温暖的地方进行第2次发酵。第2次发酵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。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开始预热烤箱了，把烤箱预热到180度。等到面包卷发好了，准备进烤箱之前呢，再打一个蛋，只取大概半个的全蛋液，然后加入1大勺清水，充分搅散之后呢，把这个蛋液刷在面包卷的上面，在烤的时候可以帮助面包上色。就用小刷子均匀的刷上去就可以了。现在把面包卷放到预热好的180度烤箱中，烤上大概25分钟。在等待面包烤好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准备一下糖霜。糖霜也不是必要的，你可以省掉这个。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甜甜的面包卷，所以呢，我一般都会加上糖霜。把这个糖粉如果有结块的现象呢，把它过一下筛就可以了。然后倒入2大勺的牛奶。把糖粉和牛奶这样充分的搅匀，让它变成这种比较稀的可以流动的状态，这个就是糖霜了。然后现在面包卷烤好了，从烤盘中拿出来，放在架子上晾凉，趁着它还温热的时候，把糖霜浇在上面。然后等它彻底凉了之后呢，这种糖霜会变成透明然后硬硬的状态。这款面包卷我给出的配方是比较甜的，因为我一般是把它作为下午茶的甜点来看待的，但是因为有前面橙子皮的加入，吃起来并不会很腻，而是会有一股清香的味道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节其中糖的用量，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甜一点的肉桂面包卷的，这样跟茶或者咖啡搭配呢，吃起来都会口感非常好。这款面包呢，最好是在它有一点温热的时候吃，感觉是最好的。希望大家喜欢这款非常甜蜜的肉桂面包卷。具体的用量和文字版的菜谱可以看下方的文字描述以及我的博客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